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 Bitcoin SV 开发者大会。我是何启明 ，Meta SV 创始人兼架构师。今天我想分享一下区块链开发所需要的重要服务——区块链浏览器服务，以及 Meta SV 如何借助云计算的理论和范式，来构造一个弹性、高可用和低成本的区块链云计算平台。现在的区块链应用呢，还处于早期，有很多的应用还处于 POC 的阶段，真正需要达到可以支持商用的级别，还有很多的努力需要去做。因为区块链的服务涉及到财产、金融等等关键的领域，因此要想区块链服务落地，并且能够商用，对于服务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这里面介绍一下区块链浏览器。很多人关心挖矿或者说交易所，但是关心浏览器的人比较少。因为浏览器有个特点，就是开发难度比较大，成本也比较高，而盈利的模式呢也较为困难，并不太清晰。但是浏览器是区块链应用生态中很重要的一类基础设施。如果说没有浏览器的支持，很多看似很简单的功能，比如说余额的查询等等，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这里面了解一下这个随着区块越来越大，交易越来越多，交易的种类和协议呢也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开发者要提供商用级的区块链服务，或者说要使用商用级的这个服务，它所面临的一些工程挑战以及技术挑战也就越来越多。这些很多困难或者说挑战呢，它都是和业务逻辑无关的，却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成本来制造这个轮子。那么我们这里面逐一分析一下这些困难呢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巨量的这个历史数据。这个图是 Meta SV 运行全节点所消耗的这个硬盘的存储示意图。从图中呢可以看到，当前的全节点占用的储存空间大约是260GB。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毕竟呢家用的笔记本电脑很多都可以随便达到1TB 的硬盘。但是商用的或者说服务器用的硬盘和个人家用的硬盘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服务器的硬盘必须是固态硬盘 SSD，否则它的读写性能呢是不够来同步这个巨大的区块的。另外呢，服务器的这个硬盘需要进行管理，需要维修啊、替换等等，用来保证这个硬件可以7乘24小时进行工作。服务器的硬盘呢，还需要实时进行备份，防止数据的损坏和丢失。另外呢，我们这里面看到的260GB 仅仅是全节点的数据。那如果说对全节点的数据结构比较了解的同学就可以知道，全节点储存的数据格式是一种非常非常致密，而且非常节省空间的二进制数据流的格式。直接从文件中提取出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呢，是非常的困难的。比如说，你如果问全节点说某某某地址它发过了多少笔交易，或者说某某某某某地址当前有多少余额，或者说某某某 MetaNet 交易它的子节点有哪些等等等等，这些呢是全节点完全无法回答的，因为全节点呢并没有存储这些数据。如果说想知道这些信息，你必须从第一个创世交易开始，到当前这个交易，筛选出你所符合你需求的这个信息。这就是这个巨量历史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困难。另外呢，浏览器需要替用户来将这些信息挖掘出来和解析出来，并储存到数据库中。那么解析完成以后，完全的展开了这个数据呢，约为解析之前的8倍。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数据原来大概是260GB，而解析以后的数据库所占的这个体积大约是2000个 GB。解析完和解析之前大约差了8倍。也就是说，如果说不考虑备份和主从的读写分离等等复杂的情形，
仅仅是提供一个可以查询地址的这个浏览器服务，至少需要 2.5TB 的商用 SSD。也就是说，解析之后的数据量加上这个全节点的这个数据量，然后呢再留上一定的余量，大约需要至少 2.5TB 的 SSD。那么如果按照当前的 TPS 增长，每年增长个600G，大约每年增长，全节点增长80GB，然后呢数据库增长600GB，总共加起来大概680GB。所以说，如果要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服务，就需要一直保存这些历史数据。那么每年的这个储存成本是必然会逐年上升的，这也就是开发者面临的第一座困难，或者说第一座大山，也就是海量的历史数据。那么下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历史数据的搜索。无论哪一种索引表，它的数据总量其实都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常用的关系型数据库，它的单表所能承受的上限。因此呢，我们对于索引表必须进行分区管理。当前的这个所有的 transaction， 也就是交易的它的总数呢，已经超过了4个亿，也就远超过了 MySQL 等关系型数据库它单表可以容纳的这个个数的上限。另外，我们刚才提到了全节点本身它是不能够提供这个地址的索引的，所以这个地址索引呢，你没有办法避免它，你必须要自己进行存储。那么快速的查询你就需要建立特定的索引，比如说对于 address 的索引，或者是 Bitcoin 这种协议的索引 ，MetaNet 的索引。如果你不去建立这样的索引，那么你就需要在查询数据的时候便利所有的交易，然后找到满足你的要求的这样的数据。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提到，NoSQL 在这个拓展性上，或者说它在那个数据量非常大的时候表现是非常优异的，这点是没有错的。NoSQL 在拓展性上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但是呢，由于交易历史带有时序的这样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要对这个交易历史进行排序，或者说按照时间来选取从最近到最远的这样的交易历史。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只是使用 NoSQL 来进行存储的话，那么我们在查询历史交易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NoSQL 需要去扫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克服这个关系型数据库它的一些极限问题，然后呢也能充分利用到这个 NoSQL 所带来的这个拓展性的便利性。所以这个历史数据的存储，或者说索引的存储与搜索，对于开发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高性能的硬件的投入。这里面的硬件投入呢，不只是存储，它还有为了支持大量交易的解析运算和查询运算所需要的服务器和计算存储等等计算内存等等这些配置。根据呢我们看到的 Bitcoin SV 它全节点的官方生产环境的推荐配置，它推荐使用8个核64GB 的这样的配置，这只是一个全节点的配置。另外呢，我们如果要提供服务，还需要大量的工作组 worker server 或者是 API server 以及承载各种重型数据库的这样的 server。也就是说需要大概至少四个全节点这样的机器才能够承载刚才的基本的这样的服务。我们以 AWS 的 M5 Too Large 这种类型的实例，它是8核32G，核数上是和官方推荐配置相等的，但是呢内存上面少了一半。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为了方便估算，所以就用这个 Too Large 来进行计算，我们需要至少4个 Too Large 来满足前面的这些需求。在刚才的这些计算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存储上面大概需要花费$4300每年，这个是第一部分的内容。而这个服务器4台 Too Large 一年要花$17520，这个价钱呢，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得到。也就是说，我们运行一个全节点解析这个数据，它所需要的
这些投入大概相当于每年2万多美元一年，也就是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在这个提供服务上面，一个高性能的硬件或者说大量的前期投入，也是开发者所面临的一个困难。下一个，开发者所面临的这个重大的困难就是超大区块的这个解析。5月16号，大家可以看到5月16号的UTC 时间14点，大概这不是 UTC 时间，这是日本时间的14点。TILE 产生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区块，370兆132万笔交易。堪称是浏览器的杀手，打爆了一众浏览器的服务。那么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区块呢？对于浏览器和交易所以及应用等等生态方来说，具有巨大的压力。因为呢，与矿工不太一样的是，浏览器这里的职责并不是校验交易的合法性，而是去解析和索引交易。这里面讲一下，为什么对于矿工来说，打包这么大的区块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浏览器来说，压力就要变得很大，因为对于矿工来说呢，全节点软件它所提供的优化和性能，已经足够可以打包和校验 G 级别的区块了。官方所提供的这个Bitcoin SV 全节点，它的软件已经对交易的校验和打包进行了大量的优化，所以呢，而且交易它所关注的点。它是关注的是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所以可以针对这些脚本呢进行特定的优化。所以对于矿工来说呢，打包 G 级别的区块问题并不是非常的大，只要你的硬件足够好，只要你的这个投入足够的多，网络通信足够的好，你是可以打出这么大的区块的。但是呢，对于浏览器来说，虽然不用校验交易，但是对于交易要进行解析。解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同一个交易进行多次的查询和操作。比如说，一个交易来了，你需要修改这个交易所对应的地址，而且这个地址可能不只有一个，因为一笔交易里面可能涉及到多个地址，那么你就需要增加交易的记录，去修改这些地址所牵扯到的 UTXO，然后呢，增加这个 MetaNet 节点，或者说降低 MetaNet 节点等等。这些大概要进行10次的这样的操作。如果说这10次操作呢，全部放在一个工作组上来进行，那么需要暂存在内存中的这个中间的数据，也就是说处理交易的中间的数据，在写代码的过程中需要去存储到内存中的，它就会呈几何的这个级别去上升，那么最终会耗尽所有的内存，导致这个交易的处理的失败。那么大家可以试想一下，100万笔交易，在处理中大概会产生1000万个中间的变量。如果说这些中间变量全部堆积在内存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这个超大的区块来了之后，很多浏览器都会卡死，都会没有办法去解析它的原因。因为浏览器在卡死了之后，它需要去回滚，需要去重新去爬行，来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而如果说它被这个巨大的区块给卡爆了之后，它在处理的一半之后，它需要把这一半的这个处理结果回滚到没有处理之前，然后再重新去爬行。那么这个过程会循环往复的失败，然后循环往复的去回滚，然后再失败，再回滚。这样的情况下，浏览器就会卡死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对于浏览器或者说应用方来说，处理这个超大的区块呢，你必须从架构上，或者说从这个基本的结构上进行改良。也就是说要对这个工作组进行分组，对于一个巨大的区块，就或者说根据不同的业务逻辑，把这些工作组分成不同的小组，然后让这些小组去执行特定的这样的工作，并且每一个小组呢，它因为要处理整个的区块，也需要将这个区块呢进行分片，比如说100万的交易的区块，你需要把它分片成，比如说每1000个片是每1000笔交易是一个片，
那么大概能分出1000个这样的小碎片，然后呢，由1000个非常小型的工作组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每一个工作组或者说每一个 worker server，它只需要处理1000笔交易，处理1000笔交易，哪怕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量的中间变量，但是这些中间变量很难把内存去撑爆，因为你一个单点的机器呢，你配置的再强，可能也就100-200G 的这个内存。但是呢，对于集群来说，它没有这个内存的上限，所以需要由集群的服务器来处理这个超大的区块，从架构上彻底的支持这个巨量的区块。但是这对于普通的这个应用开发者，或者说我并不关心这个区块是怎么处理的，我只是关心我的交易能不能正常到达。那么这对于这些开发者来说，就是另一个工程上的困难。此外呢，超大的区块可能还会带来一个更加复杂的困难，就是区块重组，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嗯，所以说超大区块的这个解析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这个困难。接下来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呢，就是如何去处理和如何去生成和处理这个高并发的这个交易，尤其是在流量非常大的时候进行这个交易的生成和处理。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之前中国的社区组织和举办的这个 Gatlin 压力测试。Gatlin 压力测试呢，实测的主网大概为3000 TPS。由于大家的参与的热情非常的大，在几天之内呢，发送了1000万笔交易。在开发加特林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面临了很多工程上的困难。那如何在高并发的时候，去保证你控制的 UTXO 不要重复的去使用，导致双花或者说导致这个交易的失败？那么如何去精确的管理 UTXO 的使用的次数，不要去超过这个50引用链的这样的限制？而且如何提高API 在大流量下的处理能力？如何去降低延迟，保证呢你的交易能够按时的发送出去？所以这里面都对这个开发者的要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开发者需要考虑很多与这个本身发交易无关的其他的一些事情，你需要考虑系统延迟，需要考虑 UTXO 等等等等，这些都和业务没有相关性。所以说，在高并发流量下，如何去管理你的资源和 UTXO，对于开发者来说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开发者在开发的过程中所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工程上的困难。那么下一个这个工程上的困难呢，就是区块的重组。我们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块的重组？就是如果说矿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区块，但是呢还来不及进行广播，在同时有其他的矿工也产生了区块，那么整个网络呢就会发生重组，然后呢由算力来决定哪边获胜。这个时候呢，在链上面就会发生类似于摇摆一样的现象，就是一会儿跟随着上面的链，一会儿跟随着下面的链。这对于浏览器或者说应用方来说，重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因为重组发生之后，它产生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删除掉这个重组点之后的交易，然后再重新爬就完成了，而因为部分的这个储存的表它是有状态的，比如说有地址余额等等等等这样的状态，它并不是简单的把这个记录删掉就完事儿了，所以处理回滚的时候的逻辑是非常的复杂的。而对于浏览器来说，回滚本身会带来大量的数据库的写入，回滚完成以后还要重爬这个数据，尤其在区块特别巨大的时候，短期之内的系统压力会暴增，而且在网络产生摇摆的时候，那个浏览器也会相应的去产生摇摆，就是经常会发生这个回滚，浏览器会经常发生的回滚和重新处理，所以说在短期之内的这个系统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区块重组呢，对浏览器或者说对于区块链应用来说，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样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呢，就是如何去管理这样复杂的一个集群。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的介绍，要提供一个
稳定的可以查询交易的这样的服务。那么我们刚才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组件来共同协同完成。那么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它就会包括发送交易啊、监听交易啊、查询交易等等等等的功能。它需要多个模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切片与分组处理等等协同进行。那么开发者在除了业务之外呢，你就需要精心的去管理这些应用的集群，管理这些应用组，包括去爬取区块、监听区块、推送通知，交易广播以及全节点的维护等等等等。这就要求开发者呢具备这个微服务集群，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集群这样的管理能力。而现在的主流的开发范式呢，讲的是这个 serverless 范式，开发者只需要关注这个业务上面，或者说关注这个业务逻辑，而不去关心这底层的一切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应该被封装起来，形成一个服务。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BaaS，也就是说区块链作为一种服务，而开发者并不应该关心它底层应该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监控报警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这里面来讨论一下 MetaSV 如何解决上面这些工程的难题。解决这些工程的难题，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一个云计算它所面临的工程的难题。所以说 MetaSV 在尝试使用云计算的商业逻辑和范式来解决这些工程上的难题。那么我们这里面来看一下云计算具有哪些范式或者说特点，而 MetaSV 又如何去践行云计算这些理论和它的特点。首先呢，云计算具备敏捷性，敏捷性就要求给开发者或者说给用户提供极大的便利性。你在启动一个机器或者说启动一个服务，它是非常的迅速的，你在关掉一个服务也是非常的迅速的，而你的开发、你的各种操作都会变得非常的灵敏，而不需要像你传统一样去建一个机房啊、供电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前置操作。而直接打开计算机，打开浏览器，直接在它的 console 里面去操作就可以了，这就是敏捷性。而 MetaSV 如何去践行它的敏捷性呢？就是提供 API 来让用户或者说来让开发者直接获取到这个数据。而云计算的范式里面还有第二点是弹性，弹性指的是无论你想扩大或者说想缩小，你都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比如说你在正常情况下只开了一台机器，然后呢，在有突增流量来了以后，你可以很快的从一台机器扩展到10台、100台甚至上千台，而在突增流量结束了之后，可以自动的从1000台又降回到一台，这就是一个拓展和收缩的弹性。那么 MetaSV 如何去实现这样的弹性呢？就是 MetaSV 放开了 API 的频率限制，也就是说你在用量少或者说用户少的情况下，你可以去以一个比较低的频率去调取 API，而当你的用户量大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非常高的频率来调取 API。那么 MetaSV 对于用户没有 API 的频率限制。那么云计算的范式第三点，降低成本或者说节省成本。这个成本呢，主要说包括前置成本啊、管理成本等等一系列的成本。所以说 MetaSV 在此处践行的就是按需去付费，不需要预付，你不需要提前去安装全节点，不需要去购买机器或者说购买这个硬盘存储等等等等。所以说只需要按需付费，不需要预付，这样可以极大的节省开发期间以及使用期间的这个成本。而云计算范式的第四点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设施、平台或者说软件包装成服务，这里面也就是说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Platform as a Service，或者说 Software as a Service，也就是说将这些软件它的底层、它的这些运维的困难等等一系列的工程上的难题，把它封装起来，而只对外暴露一种服务。这样的设计思想，就是云计算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而在这里面，我们把 Bitcoin SV 包装成一种服务。那这种服务主要提供什么呢？提供一些交易的构造啊、交易的发送、
交易的查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所以用户只需要关心这个服务它所提供的内容以及它的服务质量，而不需要关心它底层这些东西是怎么运行的，因为已经被包装起来了，已经被简化了。对于用户来说，只是开放了一个Bitcoin 这样的一个 service。那么云计算范式的第5条就是高可用性了。高可用性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要保证这个服务可用。保证服务可用呢，有很多实际上的这个实现的方法，而我们这里面实现的方法呢，是利用 AWS 的多个可用区。我们的服务首先它是由这个集群部署的，是微服务的集群，部署到多个可用区的。AWS 的可用区呢，是放在不同的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计算机集群，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位置发生了天灾或者说人祸，那么有其他的可用区依然可以提供服务。通过这种类似于备份或者冗余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高可用。那么云计算还可以实现自动化，也就是说它可以把基础设施当做一种代码，你通过编辑代码就可以编辑基础设施。那么这样的话，极大的降低了这个管理上的成本，或者说运维上的成本。因为当你的集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再用人力去管理已经变得不现实了。这个时候需要将机器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弹性收缩这件事情，如果说可以把它定义成代码，让机器自动的去执行这个弹性的收缩，那么就可以极大的降低人力运维的这个成本。所以 MetaSV 在这里面使用了大量的这个 DevOps， 它是一个DevOps 指的是一种理念，它是用开发者或者说用代码开发，通过代码的形式来管理这个集群。所以我们用到了很多现在微服务所需要的这些管理的理念以及管理的技术。那么最后一个云计算现在比较热门的范式呢，就是 Serverless。Serverless 指的是，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服务器，而是呢不用关心服务器。也就是说，你真正使用的是那个计算资源，而计算资源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包括内存资源是无限的。你只需要假定这个资源是无限的，然后呢在这上面去搭建你的服务即可。这就是 Serverless 的这个基本理念，你不用关心它底下的这个具体每一台机器放了多少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它的底层设计，而直接去关心上面的服务它需要用多少，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模式被称为 Serverless 的模式。而 MetaSV 如何去进行呢？这个就要提到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如何去将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块去拆片，然后呢每一个片其实就是由一个这样的 Serverless 的小型非常微小的一个小型服务 Lambda 函数式的这样的服务来实现的 Serverless。也就是说，无论你的区块多大，无论多大的区块都可以均匀的分布在所有的集群机器里面去处理。也就是说，在实现了这种范式之后，计算 CPU 资源和内存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那么在无限的情况下，你只要通过合适的这个代码的设计和架构的设计，你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管理、规模化的运算。也就是说，无论区块多大，都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处理完毕。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那个 MetaSV 所使用的一些范式以及它的一些理念。那么我们下面呢介绍一下这个 MetaSV 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具体的服务。MetaSV 主要提供 MetaNet 专用的区块链浏览器。那么不只提供了这个常用的一些区块链浏览器服务，比如说像区块的查询啊、地址的查询、交易的查询等等等等。还提供了 MetaNet 数，也就是这种数据 data payload 它的查询。MetaSV 还提供高可用的区块链 API 服务。那么高可用区块链 API 服务呢，主要为了开发者提供了一些大量的实用的区块链查询的 API， 并配备了丰富和详尽的开发文档。API 的功能呢，主要涵盖了常用的一些区块链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地址啊、交易啊、
UTXO 等等这些常用的区块链查询，同时呢，也包括了比较热门的数据协议的查询，比如说 Bitcoin 链上的数据，MetaNet 结构的这个树形结构的数据，另外还包括了一些其他服务，比如说实时的流推送，你可以实时监听区块链发生的事情。那么对于这些 API 服务呢，我们可以使用API 的 key 或者说 API 密钥来管理这些服务。你可以随时的申请或者说注销你的密钥。另外呢，MetaSV 的 API 服务它是根据请求的数量来进行付费的，也就是按需付费，根据请求的次数来付费，没有这个频率上的限制。比如说你用的多你就付的多，用的少就付的少。而每个接口呢都是或者说每个 API 以葱为单位来计价的，比如说某某多少多少葱一次请求。按照请求次数付费的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你在开发的阶段就可以用非常少的一个钱，比如说几块钱就可以访问请求成千上万次，也就是说这样极大的降低了你在开发过程中的这个前置的成本，并且你在真正使用服务上线了之后，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使用量来调节你所需要的 API 的次数。另外呢，MetaSV 还会提供一些详尽的用量账单以及这个监控的图表，让用户花的每一葱都有这个相应的证明以及它的说明。那么下面呢，我们演示一些常用的 API 以及它的这些特点。那么我们访问 doc.metasv.com 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开发者提供的这个文档。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提供多样的查询，比如说数据类型的查询，也就是说和 operator 所相关的这个查询。比如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提供的是 MetaNet 它的树形结构的查询，通过 transaction ID 来选取节点，通过地址来选取节点，通过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地址它属于同一个历史版本等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父节点来查子节点，我们提供这样4种的服务。如果说想通过子节点来查父节点的话，用的是第一个接口。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看一下，如果按照父节点来查子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收录了这个父节点它所具有的2个子节点。然后呢，这个2个子节点呢，它的 parent transaction ID 都是同一个，都是这个72开头的 transaction ID， 也就是说我们所查询的这样的一个 transaction ID。通过这2个接口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重建出一个 MetaNet 树，无论这个树多大，你只需要多递归几次，就可以把 MetaNet 的树给重建出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MetaNet 查询。另外呢，我们还提供了普通的这种 operator 的数据内容的查询。如果你知道一个交易的 transaction ID， 并且知道它的这个 output index，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取出这个 output。所以说通过这个transaction ID 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原始数据。比如说你在链上存了一篇文章，或者说存了一个图等等等等数据，你想把这个数据取出来，那么可以调用这样的一个接口，从链上直接取出来这个 operator 的数据。然后呢，我们这里面对它进行了一个编码，UTF-8的这样一个编码，可以直接使用，方便使用。如果说你有自己独特的编码，或者说这个内容是加密的，那么你可以从这个 rawhacks 里面把大家的数据给解析出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列表查询。当我们使用了Bitcoin 协议之后，我们希望使用某些列表查询来把这个数据给找出来。比如说呢，如果说你使用了 Vbot 的上链协议，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群里面用的上链等等等等这些数据，那么呢，它的信息其实是由一个特定的 Bitcoin 协议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如何区分用户的呢？它是通过 input 中的那个 address 来区分用户的。这种带 input address 的这种方法呢，可以给这个数据带上权限。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这个 input address 私钥的人可以发送这样的交易。这相当于是一个1维的 MetaNet 协议。
所以是因为它比较简单而且实用，所以说大家用的非常的多。像我们常见的这个 Weebot 的协议啊，WeatherSV 的协议啊，Priv 协议啊等等这些协议，它都是通过 input address 来保证数据是安全的。另外呢，就是一些常用的区块链的查询，从查询交易，可以查询我们解析后的这个交易。解析后的交易呢，有一些数据是权节点里面不会携带的，比如说这个交易被谁打包了呀，这个区块的时间呀，在区块里面的这些位置等等，这个权节点并不会提供，但是浏览器的服务会提供。包括 input 中，你如果要找到这个 input 所对应的这个 address，在权节点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找到它前一个交易，然后呢去前一个交易里面解到这个 output，而在这个浏览器里面，你可以直接从 Win 里面找到它这个，花的是谁的钱等等。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块链的商户用的接口，比如说商户需要知道某个交易是否存在在内存池，或者说存在于某个高度等等，那么就可以调用交易存在性的接口。然后呢，还有在发送交易的时候可以调用交易广播的接口，而因为 MetaSV 和这个 TIL 矿工 TIL 有合作，所以说可以享受这个0.25的费率。如果说你通过 MetaSV 的这个接口来广播交易，那么会先走一遍这个 TIL 的MAPI 的接口，然后会得到这样的返回值。如果说 TIL 发生故障了之后，我们会广播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权节点上面，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交易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的节点，快速的被浏览器响应，这样和其他的这个接口配合起来会非常的流畅。挑选 UTXO 集这样的一个功能呢，主要是用来选择 UTXO，因为你在查询 UTXO 的时候你要翻页嘛，这个接口可以帮你快速的选出你想要的金额。而且这个金额它选择是有规则的，就是先选取这个确认数高的金额，这样的话会帮助你避免一些这个避免一些由于引用链等等产生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祖先数和后代数的计算。这个可以帮助你在发送大量交易的时候，去预知你目前的交易处于引用链的哪个位置。也就是说，可以提前帮助你避免引用链所产生的这个限制。比如说，当你看到 ancestor 和这个 descendant 这两个数加起来超过50之后，你就要知道，如果说这个交易构造出来，很可能它广播不出去，因为它已经超过了目前大部分节点所接受的这个引用链的限制。如果说，因为我们这里面是通过未确认交易，并且根据 full node 它里面的这个计算方法来计算出来的这些数据，所以你通过这个数据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来 UTXO 是否可以用。如果说可以用，那么你就可以去放心的用它。如果说已经超过了限制，那么你可以等之前的交易确认了之后再来去使用它。也就是说，如果在花费未确认 UTXO 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字段，它可以帮助你来避免这个引用链过长的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地址查询呢，地址查询我们这里面提供一些地址的基本信息，包括这个地址什么时候开始花的钱，第一笔钱是什么时候花的，第一笔钱是什么时候收到的，然后呢，他最后一次花钱是什么时候，他最后一次收到钱是什么时候，以及这个地址它所有的交易数量的总和，所有的收入总和以及所有的支出总和等等这样的数据，包括它当前的余额等等。通过这个接口呢，就可以查询到一个地址它的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这个当前的状态。然后呢，地址交易列表主要是用来查询地址所发生过的所有的交易，包括它往外发送钱的交易，或者说它收到钱的交易，都会被收录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当你想审计一个地址它的金额是否正确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样的地址列表的功能来找到它所有的地址，所有的发生过的交易，然后呢，通过 income 和 outcome 来统计出它这里面的当前的余额是否正确。这里面的 income 字段
代表的是他通过这笔交易他获得的收入，而 outcome 代表的是他通过这笔交易产生的支出。那么比如说我们从这样一笔交易上面可以看到，它 income 有这么多，而没有 outcome，所以说它这个里面它是通过这个交易它是赚钱的，或者说它是收款方。而如果只有 outcome 没有 income 的这种就是收款方，那么就是付款方。如果说两个都有，那么它既是收款方又是付款方，那么这个 outcome 和 income 的差值就是它这次交易之后的余额的变动。那么下一个需要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服务就是流订阅服务。你只需要用 HTTP 的这个 SSE 模式来监听这个服务。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监听实时的这个交易，我们就直接打开，就会发现它有一直在推送的这个交易流，也就是说这些是正在发生在区块链上面的这些交易流，会囊括所有的交易。如果说一个交易没有在未确认的那个内存池中产生，而直接由矿工打包的话，它也会推送过来。在使用推送服务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字段，就是这个 flag。我们会看到它每一个这个服务都会带一个 time 字段，每一条信息都会带一个这个 time。这个 time 呢是一个微秒级别的非常高精度的一个 time。如果你使用这个 time 呢以后，你就可以进行断点续传。如果说你比如说出现任何意外，包括服务器出现异常，或者说客户端出现了异常，导致你的监听这个连接发生了中断，那么你希望从之前中断的点开始重新订阅，你就可以使用这个flag 来把之前收到的最后一笔交易的那个时间传入到这个参数中。这样的话，它就会首先会把这个最后一笔时间至今的所有的交易推给你，然后再从现在开始之后的交易再正常的推给你。所以说，而且这个推送的有个时间限定，就是24小时。如果说链上超过24小时之后的事件就没有办法再次推送了，但是如果说24小时之内的，你通过所有的都满足这个接口，通过传这个 flag 可以把这中间遗漏的信息补充上来。这里面呢主要提供区块的这个监听，实时交易的监听，然后呢包括实时交易的 hash 和详情，包括呢地址的这个监听。这个地址监听呢是很多应用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你只需要挂一个长链接，然后呢监听的这个地址的 HTTP 请求，它是一个长链接。如果说这个地址产生了任何一笔交易，那么就会给这个就会由服务器向客户端推送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里面就带了这个交易和你相关的所有的信息，包括这个交易的输入输出等等，以及你通过这个交易所收到的钱等等这样的信息。所以说这个订阅地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非常有用的接口。而在后面我们计划使用批量订阅地址的，等浏览器上线之后会使用批量订阅地址，这样会极大的减少这个流量的损耗。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MetaSV 未来的规划以及里程碑。我们计划在2020年9月彻底完成这个架构的优化以及 API v 2.0的改造。然后呢，2020年的10月呢，希望能够上线浏览器与 API 的计费系统。这个浏览器包括普通的浏览器以及 MetaNet 的浏览器，以及更多的这个BSV 专用的浏览器服务。2020年的11月计划支持更多的开发协议，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Scrypt 它所编写的这个智能合约如何去集成在浏览器里面，给开发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计划在2021年以后支持智能合约的查询。这里是 MetaSV 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说建议，欢迎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